联想拯救者又发新的小平板了，那这一代 Y700的名字叫无极。那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在玩什么武侠梗啊，后来才发现无极5G，好家伙，玩的谐音梗。这也是它最明显的变化，自带双卡5G，出门不用再到处找 WiFi 了，也不用依赖手机热点啊。那这次的 ID 设计上，第一感受就是更圆润了。摄像头排布一圈 RGB 灯环，用来加强整体的电竞属性。配色上呢，有云锡紫、云墨紫、冰破白3种可选，配合背部焕新的大 logo 和 AG 哑光纹理，实际效果挺精致的，辨识度也很高。整机实测重量不到300克，相比上一代 Y700 5代呢，直接轻了62克。那对于一台8.4英寸的小平板来说，这个62克的变化其实是非常明显的，尤其是长时间拿着打游戏的时候，手腕和手指的负担都会小不少。而且这次 Y700 无极并不是简单的把机身做薄，为了让薄机身依然好握，联想重新设计了机身手指和手掌的弧度，形成这个3重圆弧啊。侧边的倒角也做了专门的优化，加大了和手掌的接触面积。那实际握持下来，像虎口、手指这些受力的位置都不会有明显的硌手感。正面这块屏幕呢，也是 Y700 无极这次的一项大升级，因为它终于从 LCD 换成了 OLED。屏幕4边等宽，黑边只有 2.89 毫米啊，也是目前小尺寸平板行业最窄的黑边，屏占比呢高达 92.3%。点亮屏幕之后的视觉沉浸感非常强啊。当然啊，光是换一块屏幕肯定是做不到轻62克的，具体的咱们就边拆边聊。第一步，关机后取出卡托。那相比 Y700 5代，无极的卡托从存储扩展调整为 SIM 卡扩展，实现了完整的通话和短信功能，而且是覆盖了 N79 频段的旗舰级规格，并且还有一个首发的权益，就是内置的流量卡首年免费，每月赠送1500G 的流量。那至于怎么个内置法，待会儿拆到主板就知道了。卡托材质呢为金属加塑料，其中挡板部分呢为塑料材质，内侧有防尘防水的胶圈。无极的机身设计从全金属一体化改为类似手机的3明治结构，所以第二步呢就要从这个后盖开始了。加热后，酒精配合拆漆片划开粘胶，分离后盖。后盖材质呢为玻纤材质，这也是整机能够进一步瘦身的核心原因之一。内侧覆盖有16500平方毫米的散热膜，但在主板和电池对应区域又添加了泡棉，看起来似乎会阻碍导热，但实际上这里的设计目的并不是单纯追求导热越快越好，而是在整机温度可控的范围内呢，避免核心发出热量形成点状热源，带来不必要的温度感知，同时也兼顾了缓冲和结构支撑等作用啊。第三步，拆卸主体部分。那现在对比 Y700 5代的内部结构啊，由于无极采用的是3明治设计，是从后盖侧开始拆解的。那相比从屏幕侧拆解的 Y700 5代，其内部刚好呈镜像关系。那乍一看变动挺大，那实际上依旧采用了利于散热的中置主板设计，将 SOC 放置在机身中央，让核心热量更均匀地分散至机身各处，既提升了整机的均热效率，又降低了双手握持区域的温度，一举两得啊。那卸下表面所有看得到的螺丝，取出多块主板盖板，盖板内侧接口对应位置贴有泡棉和包裹泡棉的导电布，来防止接口松动和加强电气防护。其中后摄位置的盖板还在闪光灯和后摄四周添加了防尘密闭泡棉，来防止异物进入。后摄四周呢还有铝合金内衬来保护镜组。四周的白色导光板用来实现各种场景下的灯光效果。那回到主体部分，挑开2个电池接口进行断电，随后挑开主板上的所有接口，卸下1颗螺丝，连同后摄一起取出主板，翻至主板背面，挑开后摄接口，取出后摄。后摄的详细参数大家直接看图啊。得益于平板内部较为充裕的空间，主板不需要采用堆叠式的设计啊，继续沿用更利于散热的单层结构。PCB 采用的是加厚过的 0.8 毫米板材，主板正面主要发热位置覆盖一片面积超过1900平方毫米的散热膜，加强核心区域的均热效率。接口和小元件四周呢没有发现防护措施，顶部机身有1颗麦克风和1颗闪光灯灯珠，闪光灯旁边这一圈 RGB 灯珠呢就是后摄位置的氛围灯光源了。这次一下给了18颗，相比 Y700 5代的数量翻了倍，让灯效更加均匀自然。
来到主板背面，屏蔽罩上贴有铜箔，主要发热芯片位置涂有导热材料，底部集成有长边的 Type-C 接口，接口呢使用黑色胶套保护，根部有做封胶处理，速率依旧保持10 Gbps 的 USB 3.2 Gen 2规格，支持 DP 视频输出。四下铜箔轻调导热材料，吹开屏蔽罩，核心3大件的 RAM 和 ROM 都来自三星，采用 LPDDR5T 加 UFS 4.1 Pro 的规格。RAM 下方的 SoC 相比 Y750代呢，升级成了性能更加强劲的第5代骁龙8至尊版领先版啊。其中内置的流量卡就是通过主板上这颗流量卡芯片来实现了。那其余的芯片信息大家直接看图。第5代骁龙8至尊版领先版放在一台 8.4 英寸的小平板里，性能表现自然是不用担心的。那我们直接来看原神和星铁的表现啊。跑满60帧原神全高画质的前提下，机身最高温度不到39摄氏度，功耗只有 5.3 瓦。840P 的星铁呢也能够轻松跑满60帧，机身最高温度 41.4 摄氏度啊，功耗 6.2 瓦。继续上到 1080P 的高分辨率星铁，平均帧率依然能够维持在接近满帧的水平。不过随着分辨率提升，温度和功耗也会有所增加。机身最高温呢来到了 43.9 摄氏度，功耗 7.7 瓦。对于一台不到300克的轻薄小平板来说，这个表现已经是相当出色了。而且这次 Y750级的原生165赫兹游戏适配也做得相当到位，目前已经适配了48款热门手游，实际测试了和平精英和三角洲行动的165帧，2款游戏都能够跑满，同时机身温度也控制的比较不错啊。再配合 OLED 更快的响应速度，165赫兹带来的流畅感也会被进一步放大。那无论是快速滑动转身还是开镜开火，整体都会更加的顺滑。另外 Y750级还加入了一套比较完整的 AI 游戏辅助能力啊，比如天喜 AI 加持的 AI 游戏伙伴，在英雄联盟手游里啊就有专属的海克斯符文决策辅助和闪现计时器，并且以前我们玩游戏遇到问题啊，通常要退出游戏再打开搜索或者攻略网站，现在可以直接在游戏里唤起 AI， 想查游戏攻略、对局战术都可以直接问。那除此之外，还有 AI 声纹猎手 2.0， 针对游戏里的脚步声进行定向的增强，还有 AI 网络的加速，那对网络进行优化，尽量降低游戏的延迟和波动。这几项 AI 能力给我的感觉是它并没有单纯为了 AI 去做一些花里胡哨的功能，而是尽量把 AI 应用到真正的游戏场景里去解决实际的用户痛点。当然，如果你准备长时间玩高负载游戏，提升自己的散热能力是一方面，外置散热也很重要。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个超神散热器 CR7 啊。传统散热器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啊，这个散热器呢需要供电，平板又需要充电，打游戏的时候呢，经常需要同时插2根线，而这个散热器采用了并线供电，1根线就可以在给散热器供电的同时，还能为平板提供最高27瓦的反向供电，整个连接也会更加的简洁。极具情怀的街机底座这次也安排了 Type-C 直连，超低延迟，即插即用，不需要额外安装驱动，也支持充电透传，1根线就可以边充边玩。再搭配模拟器啊，可以玩各种经典的街机游戏啊。不用的时候呢，底座本身也可以放在桌面上当摆件。那顺带提一嘴，这次拯救者新出的云游戏掌机 C700， 它和腾讯 Start 呢做了深度定制，100款3A 大作不用下载，点开就能玩。同时呢，支持自研 Legion Stream 串流，一键连接电脑，甚至在没有外网时也能本地直连。再配上 7.82 英寸 1080p 120赫兹的屏幕，8000毫安时的电池和大概556克的机身，更适合长时间躺玩。简单来说 ，Y750级胜在平板形态和玩法自由。C700呢，则把云游戏和 PC 串流做成了一台更加纯粹的掌机。那中框主板区域，麦克风收声孔添置防漏音泡面，收声孔呢也配备细密的防尘网。后摄四周设计有线尾结构，防止镜头偏移。镜头接口处特意添加了泡面来防止接口松动。中框对于 SoC 的位置呢做了镂空设计来加强导热能力。上方残留的导热材料呢也有相同的作用。注意看中框顶部对应长边 Type-C 接口的位置，这里的金属色泽明显与中框不同。那这是为了保证这个区域的结构强度，特意加上的高强度金属补强件。取出左右2个扬声器，扬声器规格呢是1217的超线性扬声器啊。得益于较大的音腔体积呢，即使不用这个 N-Bass 声学增强材料，也能获得不错的低频效果。调开机身左上角天线小板上的所有接口，取出小板。小板 PCB 来自重达技术，使用0.65毫米板材。转战左下角，挑开所有接口，取出左侧副板。
副板上集成有 SIM 卡卡槽和第二颗麦克风，整机麦克风的数量和 Y750带保持一致，都是双麦。来到左侧中间，挑开尾插排线上的接口，卸下2颗螺丝，取出尾插排线。排线上集成有短边的 Type-C 接口 ，C 口采用超薄折叠机上常用的单舌片设计，根部有金属屏蔽罩保护，接口来自 LCN 钱德电子，内侧配备了防尘防水的胶圈。短边的 C 口规格和 Y750带也一样啊，都是 USB 2.0。由于采用了单舌片设计的 C 口，因此对应位置的边框特意进行了加厚来提高结构强度。取出左侧的 X 轴线性马达，右侧还有一个，待会全部拆出来再细讲。来到机身右侧，前摄上贴有用于电磁屏蔽的导电部，挑开接口取出前摄，前摄的详细参数大家直接看图。继续挑开右侧副板上的所有接口，取出副板。副板上集成有整机唯一的环境光传感器，传感器使用黑色胶套保护。随后取出右侧的 X 轴线性马达，无极和 Y750带一样，都配备的是2颗 AAC 瑞声科技的 SLA0815马达。第4步拆电池，观察电池四周没有发现快拆设计，酒精配合拆叶片划开粘胶，取出电池。2块电池一高一矮，都是单电芯单接口方案，总容量呢是7470毫安时，制造商是东莞新能德，电芯来自 ATL。那一台8.4英寸的轻薄小平板，在 C 路5G 中置架构双马达双 C 口，还有后面会拆到的大面积 VC 这些硬件下，还能有这个电池容量，属实不容易啊！看来这次在密度上是有惊喜的。果不其然，能量密度通过包装尺寸计算，高的在843瓦时每升左右，矮的呢也有811。密度相比 Y750带提升非常明显，轻松登顶我们想拆能量密度排行榜。包装内附带有68瓦的快充头，实测峰值充电功率来到了59.4瓦，与宣传的非常接近。1到100充电用时51分钟，同时支持 PT 3.0 和 QC 3.0主流快充协议，不依赖原厂充电器，也能获得较快的充电速度。还有全局旁路充电功能，在边玩边充时能够有效的控制发热，并减少对电池的损耗。最后一步，拆屏幕。加热后，酒精配合拆叶片划开粘胶，分离屏幕。那相比 Y750带，无极的屏幕升级成了 OLED， 虽然尺寸和分辨率有所缩小，但亮度方面提升巨大。实测手动全屏就轻松突破了 Y750带的强光激发亮度，来到了825尼特。使用强光激发后呢，无极的亮度直接上升至1520多尼特。播放 HDR 素材时呢，全屏激发亮度还能继续上探到1630多尼特。把素材缩小到10%窗口，亮度继续爬升至3200多尼特。1%窗口时呢，来到了4200多啊。在做到极高亮度同时呢，最低亮度依旧可以下探到1尼特，保证了暗光环境下的使用体验。调光方面啊，采用的是低亮度下3840赫兹的超高频 PWM 调光，亮度大于90尼特后呢，切换至类 DC 的调光，两者配合呢，尽可能减轻长时间观看的视觉负担。屏幕背面是全覆盖的金属板，它不仅可以保护屏幕，同时也能辅助散热。驱动板上覆盖抗干扰贴纸，触控 IC 是汇顶科技的 GT9976N。中框的 VC 上呢，贴有一大块泡棉，加强屏幕侧的抗冲击性能。同时泡棉呢，也将 VC 和屏幕隔开，避免核心温度直接传导至屏幕，形成局部的高温，也能保护 OLED 屏幕不会因为过高的温度而降低发光材料的寿命。平板正反两面都有意控制热量的直接传递，看来拯救者对中框上这块 VC 的性能十分放心。撕下泡棉呢，就能看到这是一块巨大的 VC 均热板，采用导热系数更高的铜合金，也是这个产品线的老传统了。VC 的面积呢有15000平方毫米，覆盖了整机63.5%的占比，这个数据在小尺寸平板的赛道上一骑绝尘。那注意看 VC 左侧，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长边 Type-C 接口的高强度金属补强件了。没想到补强件尺寸这么大，有5厘米长，大幅强化了接口区域的结构强度，有效降低长期插拔和外力冲击对此区域的损伤。VC 下方对应 DDIC 的位置呢，也添置了泡棉来保护屏幕。最后的中框呢，采用轻量化的镁铝合金内框加塑料边框组合而成，这也是能进一步轻量化的核心原因啊。边框内集成有360度的环绕天线，确保在各种姿势下的信号稳定收发，避免类似死亡之握的情况发生。边框上的开机键集成有指纹识别功能，这个功能在 Y750带上也是没有的。好了，拆解就到这里，整机有3种共40颗螺丝，重丝归位。
那过去的 Y700啊是把性能做到极致，而这一次 Y700无极开始尝试把这种极致带到更多的场景。所以我觉得无极的含义啊，一半是 5G 的谐音，让它摆脱对 WiFi 和手机热点的依赖；另一半呢，则是不受限制，拥有更多的可能啊。那298克让它足够轻，愿意每天带出门；双卡 5G 让它走到哪里都能提供较好的网络环境。旗舰芯片和大面积的 VC 保留了 Y700最核心的性能基因，再加上散热器、手柄和街机底座这些丰富的周边配件，又让它不只是一台高性能的平板，还可以是掌机，甚至是一台街机啊！从网络到重量，再到性能和玩法，它都在尝试突破原本的边界。一台小平板也可以有无限可能啊！